2024年11月初，我们突然就跑到纽约来玩了。我之前呢没有来过纽约，窦同学则是在这生活过几年。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呢，其实感觉这里跟国内有点像，这个街道上人很多，两旁的商店非常的接地气，总的来说就是很热闹。感觉纽约人很喜欢吃披萨，这个99美分的披萨店到处可见。酒店在 Bryant Park， 离中心区还算近。第一天的安排只有时代广场。到纽约的第一顿晚饭吃的是酒店附近的 Calle Dao， 挺特别的一家古巴风情中餐馆。名字里的 Calle 在西班牙语里是街道、小道的意思，对应着中文的道。我们点了一份古巴炒饭，就是虾肉和配菜炒的，一份麻婆大椒，没错，就是那个麻婆豆腐的麻婆，还有一份炸丝兰木薯，还有古巴经典菜旧衣服拌面。所谓的旧衣服呢，其实就是炖烂了的牛肉。吃完饭，我们决定到时代广场去逛一逛，就比较轻松随意一些，还能体验一下纽约的夜晚。Bryant Park 里面的商店关门比较早，倒是有个很热闹的溜冰场开着，非常多人，男女老幼都玩得很开心。纽约的大都市夜景挺特别的，跟旧金山或者洛杉矶的 downtown 感觉都不太一样。我印象中这两个地方到了晚上就没什么人，纽约呢则是有一种越夜越有機的感觉。路边摊倒是跟 Hollywood 的星光大道附近蛮相像的，各种小贩兜售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，小吃餐车也比比皆是。据说小吃车呢，或者说各种 food truck 是纽约的一大特色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时代广场，真的好多人呐！楼外的广告五花八门的，都是些很潮的东西。从广场楼梯的高处往下看，更能感受到时代广场的热闹非凡。我得想起涉谷街头也是这般，高楼大厦、拥挤的人群、穿梭的车辆，还有夺目的霓虹灯交织在一起。这家店叫 Line Friends， 卖 Line 相关周边。我很久没用过 Line 了，没想到在纽约如此有人气。之前一直以为 Line 是日本的，因为日本人真的太喜欢用了。结果一查才发现这是个韩国软件，难怪店里有很多韩国明星的东西。看到这个韩式大头贴机子，我们二话不说就钻进去了，非常好玩。这家店非常可爱，挺好逛的，推荐大家来看看。这里就结束了比较松弛的第一天，主要呢就是坐飞机，然后没有太多别的安排。第二天开始正式的行程，早上是自由女神像、华尔街，下午是布鲁克林大桥以及逛街。这个中央火车站，这个楼看着有一点那么哈利波特的感觉哈。这栋楼里同时有火车站和地铁站。马上就要体验名声在外的纽约地铁了，还有点哇酷哇酷的呢。到这里还一切正常，就是稍微脏了一点，老地铁嘛，能理解。直到地铁上出现了一名黑哥哥，开始了他的 rap live。歌词最后还引用了 George Floyd 的名字，
比起只会跟你抢钱或者偶尔放个火的三藩市 BART 来说，纽约地铁真是高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这么多摆地摊的，真没在美国其他城市见过。说一下自由女神像的订票，普通观光船的票很好订，提前1周的话，票源非常充足。但你要是对女神的脚比较有兴趣，或者要钻到女神的脑袋里，就至少得提前2-3周订票了。坐自由小姐号去看自由女神像。船不算很大，总共就坐了100人左右的感觉。开船10分钟左右，就能看到远处的女神像慢慢地向我们靠近，变得越来越大。现在船开到了自由岛，也就是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。这里环境还算十分优美的，工作日来也不太拥挤。岛上有非常多海鸟，这就是自由女神像从正面看过去的感觉。应该说还是比较宏伟的，但比想象中还是小了一些。前面是自由女神像博物馆。来到自由岛，怎么能不谈自由呢？博物馆中除了讲解自由女神像的建造过程、历史，还有一个非常有心思的互动环节。在一台可以拍照的触屏设备上，系统先给你拍下照片，然后提示你选择对你而言最能代表自由的7张图片，以及你从哪个国家来。几分钟后，你身后的巨大屏幕上，你的照片、国旗和自由的元素将一同飞向自由女神像，和其他无数的人组成了自由的根基。回程会路过爱丽丝岛。爱丽丝岛曾是美国最繁忙的移民入境检查站，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在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，进行身体检查和接受移民官的询问。在电影《教父2》的开头，年轻的老教父就是从这里入境美国的。出来之后，公园里很多小贩，卖什么的都有。你看这蛇，他看我脖子上挂着相机，问我要不要来一张真正的照片。还有用二胡演奏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。前面就是华尔街了，离坐船的码头走路不到10分钟。华尔街上最靓的仔，估计就是那头牛了，但这个队伍也太夸张了吧！
我决定放过它那个已经光滑无比的蛋蛋，摸下屁股就算了。午饭我们找了附近的 Francis Tavern， 这家餐馆始于1762年，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餐馆的介绍中自豪地写道：“我们的历史比美国还要长。”当年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将这里当作据点，经常在此商议国家大事。菜品基本上是经典的美国菜，味道非常不错。第一道是苏格兰蛋，有点像 devil egg， 然后是哈利汤配面包，最后是蘑菇奶油咸鸡派。饭后我们打车来到布鲁克林大桥的经典机位 Dumbo District， 远远就看到很多人在拍照。晚上我们到第5大道逛街，这几天正好赶上美国大选，洛克菲勒大楼也点上了红蓝色的灯，旁边就是一家乐高店，小朋友们最爱了，当然了，我们2个也爱。有纽约特色的自由女神像积木，楼梯也是纽约加乐高特色。还有2个没搞明白怎么用的积木定制机子。顺便逛了下书店，出来就是任天堂了。皮克曼大合集，当然也少不了宇宙最强的塞尔达，到处都能看到林克的身影。卡比真的超可爱，等身大的林克和大师之间还是蛮帅的。相比之下，口袋妖怪的周边也不少，但总觉得没跟上潮流，而且都很丑，做工也不咋样。纠结了好久，还是硬买了一个面部扭曲的伊布。少不了任天堂历代游戏机展览。最后还有 Switch 试玩。晚饭我们选了一家米其林1星，名叫 Crown Shy， 主打创新美国菜。前菜有格鲁耶尔奶酪酥饼，这有点像裹着奶酪的小油条，口感松软，入口香脆。以及酥面包配白豆泥和意大利香肠碎，面包有一股香气，伴着味道比较重的豆泥，吃下去非常满足。最后是一道比较特别的吞拿鱼寿司，
是用烤脆的面包、菠萝以及西班牙辣香肠做成的。主菜有一道烤鱼，非常普通，应该说是最没有达到期望的一道菜。但这道八爪鱼我是真的爱了。八爪鱼炖得很透，切跟嚼都完全不费劲，搭配的酱汁有些许微甜，很好的中和了咸味儿。下面的红米则是软烂入味儿，入口先是一股奶香，然后是红米的甘甜，让人不禁一口接着一口的吃。回酒店后，我们上顶楼的酒吧喝了一杯，欣赏纽约的绝美夜景。第3天一大早，我们出发去参观哥伦比亚大学。哥大是纽约2家常青藤之一，听说校园也非常漂亮。可以看到建筑都是维多利亚风的，确实有西方名校的感觉。很不巧的是，我们没有能进去。据说是去年发生的游行示威事件导致整个校园的安全等级都提升了，只有学生和教授才能进入。于是我们就跑到旁边的纪念品商店去。这里卖的最多的就是书籍，然后是各种印了哥大标志的衣服。餐车或者 food truck 确实是纽约特色，竟然还有这种小货车改造出来专卖咖啡的餐车，甚至还提供哥大折扣。从哥大出来，我们穿过中央公园去吃午饭。这家店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哈，说是在某一家店的里面。那么来到之后就明白了，它外面是一个卖鱼子酱的店，吃饭的地方呢在里头对，有点隐蔽。但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东西好吃就可以了。我们还蛮期待的，因为没有怎么吃过鱼子酱。首先呢，上的是这个前菜，它是一个烤面包配的一个生牛肉以及鱼子酱。牛肉的味道，这个咸香味非常的明显，有点重，但配着面包呢就恰到好处。倒是鱼子酱，可能我们不太懂得怎么吃，就觉得比较普通，就是一股鲜味儿。第2道菜是它的招牌菜，叫 Huso Dog， 用的是阿拉斯加帝王蟹的蟹腿肉，据说是最高级的那一节，叫 Maris， 里面有牛油果、蛋黄酱，上面铺了鱼子酱，里面还加了一些芥末的这个黄芥末籽，整个来说这个面包烤得很酥脆，口感很鲜甜，还是不错的。最后这个米饭呢，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它的卖点是下面的这个酱料用了50年的陈醋做的。看了一下这个店的主厨，似乎是个华人，所以它这个饭入口呢挺香的，就是这个酱的味道很纯，但它也有一点酸有一股那种酸腐的味道，再加上这个表面撒了一些白色的芝士。饭后依旧是步行到了这个大都会博物馆。很不巧的是，他们周3不开门，我事先没有发现这一点，所以只能换一天再去。然后我们就跑去看戒指了。出来之后，在第5大道碰到一个逗逼扮成了特朗普的模样，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，神情动作都很搞笑。因为大都会去不成，我们就转战 MoMA。那么从第5大道往 MoMA 走，很快，只要大概10分钟左右。
MoMA 可以说是闻名已久了，但从来没有机会来过。今天终于能够一睹风采。可以看到这里的展览都是偏现代的，因为它是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嘛。这里有非常多毕加索的画作，包括他最著名的那几幅。达利的名作《记忆的永恒》，这是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弗里达·卡罗的自画像，有那么点莫名其妙的纸袋子，从小到大展览。马蒂斯的名画《舞蹈》，应该说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以前在美术教科书上见过的画。第一幅梵高的画《邮递员约瑟夫·鲁达》，这幅画印象中在《挚爱梵高》那个电影里面也出现过，也有这个角色。终于来到了这幅镇馆之作梵高的《星夜》。我之前看过一个说大分油画村的人，他临摹了这幅画10几年，可以说很熟悉了。看到真迹之后还是大为震惊。这边开始是近现代作品，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。作品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个作品后面是一个大屏幕，然后它前边的布置开了不同位置的几个洞啊，然后屏幕上播放的是不同的内容。这是我今天最喜欢的几幅画，它是安迪沃荷的作品。互动作品打一首诗，你拨通了这个电话之后呢，话筒里就会播放一段诗。还有大幅的莫奈睡莲，小的看得多了，大的还是第一次见。站在展厅中央，有一种被睡莲包裹的感觉，很梦幻。蒙德里安的名作之一，红与蓝的构成。这是一个有味道的作品，可能是因为它用的都是收集回来的旧玩具。
从MoMA 出来，我们赶往百老汇，时间有点紧，就找了附近的一家店吃晚饭。这家法餐小馆小有名气，每天6至6点半提供剧院套餐，等你吃完了马上赶到旁边的百老汇去看演出。今晚看的是《魔门之书》。在汉密尔顿跟这个剧之间纠结了好一会儿啊，最后决定选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。早上第一个点是这个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，这里就是如其名字所说哈，收藏的藏品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图书，不同形式的、语言的和内容的。真是做梦都想着家里能有一个这样的图书馆，实在看着太爽了。这是一些中文的佛经。又是逛第5大道，然后去找地方吃午饭。巧遇游客与纽约警察一起合照。午餐是预定的意大利餐厅 Francesco Bascato， 就是经典的意大利菜，味道很不错。想说的是，他们是唯二2家之一，真的给我准备了生日小惊喜的餐厅。我在每一家都会写上说，今天的这个场合呢是生日旅游。下午我们就看了几家店去挑戒指，然后就准备去吃晚饭了。今晚订的 Omakase 据说是纽约性价比最高的一个，评分都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决定来试一下。结果进来发现师傅跟店员都是中国人，聊得还挺开心的。最后师傅还给我们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 extra， 非常感谢，味道也非常好吃，很推荐大家来试试。每人只要75刀，非常实惠了。没错，这就是另一家准备了生日小惊喜的。巧的是，摄影佬最喜欢的 PHP Photo Video 的总店也在附近，于是饭后就跑来看了一下，真的是琳琅满目。今晚的 show 也是本次纽约之行的重头戏之一，这个 Sleep No More 啊，因为他不让拍摄，不让带手机，所以只能拍几张照片。这个演出呢非常的特别，如果他还开，真心推荐大家来体验一下，跟音乐剧啊你坐在那看的完全不一样啊。但据说他这个剧已经要结束了，不会再演了。虽然这个结束也延演了好多次，所以看看吧。这走到一半嘴里很馋，就到路边买了一些腰果，什么炒果仁之类的，一般般，但就是嘴馋嘛。
今晚总算是逛上了 Bryant Park 的小吃店啊！你看这位大爷特别热情，让我拍他的手上买的这个鸡串，我们也尝了一下，蛮好吃的。旁边还有卖这个墨西哥产的可口可乐，搞了一瓶，果然比较甜。最后一天，我们一大早赶到了大都会博物馆。这里面积非常大，感觉是 MoMA 的2-3倍，藏品也是各种各样非常多，各个国家时期的不同形式的，这里应有尽有。1楼有一个区域全都是武器的展览，然后是欧洲古代的乐器展。这是从某个教堂搬过来的栏杆，据说是区分开听众和唱诗班的。这里有非常多的雕塑，而且都没有用玻璃或者东西隔着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。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展品，知识上长了头发。大都会也有一幅镇馆的梵高作品，是梵高的自画像。至此就结束了我们4天左右的纽约行程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有什么想聊的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发出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